第11章：抗战8年，新晋苦孤岛生活日益艰难，被困7年，姚卓芬传黄金美钞，极受重视，接管租界，举行庆典。一道命令，全市焚书文化人士，突受威胁辞去保长，黑名单来，古法禁用，结绳而至南京路夜景。抗战8年，我们精神上的苦闷难以言语形容。每隔3天5天或10天8天，只看到日军攻入内地各省，而我军老是转移阵地。徐州失守之后，北方的消息越来越坏。武汉大会战的时间虽拖得较长，结果仍不免败退。豫南会战、中条会战、郑州会战和2次湘北大会战，尽管报纸上形容国军如何英勇抗战，但结尾总是一个退字。只有台儿庄一役，才能屡挫日军，与强敌以沉重的打击。看来这一战，日军方面损失必甚浩大。待到重庆开始被轰炸之后，死伤人数动辄数万。也怪不得许多人对抗战必胜4个字心理上发生了动摇，总以为日本对英美一宣战，我们抗战的负担一定会减轻，而且与英美结成了同盟国，对战事原应做乐观的认识。岂知美国的珍珠港忽遭突袭，太平洋各岛以及英国在南洋各地也打一处败一处。日本人出版的大陆杂志七七把不断扩大的占领区的地图刊布出来。我们向来把日本称为小日本，料不到他们大力的对付中国之外，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应付英美，这也难怪群众要气馁了。一般汉奸最初认为事实俱在，卖身投靠乃上上策。后来美国跳岛反攻开始，日本人的败绩逐渐暴露，汉奸们便又由洋洋得意一变而为相顾失色。中国和日本来往的民营船只减少到几艘，军舰的来往也不比从前，因为这条航线也受到美国空军的控制。日本的种种败相，汉奸们知道的比我们更详细，他们口头不说，心里明白。这场大战打下去，日本人是占不到便宜了。但是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还都蒙在鼓里，只是偷偷的听一下短波无线电或者一些消息。孤岛生活日益艰难，前方战事越是激烈，后方一部分人富得更富，穷得更穷，两种人的生活各趋极端。手头有货物的人居其不卖，天天以小量抬高价格出售，所以这般人的生活由于赚钱容易，阔绰至极，日日豪宴，夜夜笙歌。当时孤岛上所有的游乐宴饮场所倒是越来越豪华了。现在我就要谈谈在那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和有关衣食住行的情况。那时节一般无钱无货无业的人都省吃俭用，因为裁缝工钱高涨，外国衣料断绝，很少人添置新装，能保持身上一套旧西装已经算是运气。但是当时有许多新贵，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，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。这两种人有的是钱，拼命出高价搜罗一套套的新西装，换之不休。这种衣料即使价格奇贵，他们也毫不在乎。普通人都是穿布的衣衫，由于四方八面来的人多，因此在炸米之外就要想办法买布。但是所买的布并不专为自己穿用，而是作为囤积的对象。最热门的布就是龙头细布和阴丹士林两种。穷人穿不起衣裳，为了保暖，
只有在别人身上打主意，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衫，据为已有。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包猪罗，相当于此地所谓死牛。所不同的，一称猪，一称牛而已。不久，这种包猪罗的人因为得来容易，做这种勾当越来越多。不过他们都没有武器，只是徒手来抢夺，也不会把人打伤或是孤伤的。被包的人不过被包的只剩一套底衫裤，逃回家中而已。至于警方的突击搜索，名为抄靶子。这时候，街头仍有无数的乞丐，但是并不向人伸手要钱，他们只是等待在各式各样的食物摊档旁边，见了人家购买大饼油条或白饭馒头，便动手抢，抢到了就朝嘴里一塞。一般居民对这两种事件认为报警未免小题大做，而且明知得不到什么结果，所以警方由于市民不举报，也只是眼看着这种抢劫不加干涉。相反的，上海则新开设了无数高档粤菜馆。起初，北四川路桥兔新亚大酒店的主人钟彪，粤人，想到万一发生战事，新亚属于日军控制范围，为了照顾一般多年追随他的伙计的生活，所以在一夜之间定下应变之计，令所有伙计将旅店内中西菜部门用的精细餐具分别打包带出虹口区，在4马路一间空屋内集中。不久，这位中军就开设了金华酒楼，装修之富丽，向所未见，价格之高，也为个酒楼所不及。最初生意很平淡，不久新贵登场，生意就直线上升，赚了很多钱。接着他又连开了3家，招牌中都有一个华字。这时上海一般富有的人，不上馆子则已，如上馆子，总是不出4个带华字的酒楼。